大家好啊，我是戴红。前几天讲动物吃人案件的时候，捎带手又黑了一波棕熊。现在咱频道的老观众基本见到棕熊都心有余悸啊。其实我根本不害怕棕熊，因为我从主观情感来说，认为棕熊长相不仅不恐怖，反而还有些可爱。每次看见棕熊的视频，我都点赞啊。当然呀，这说的是隔着屏幕，现实里另说。我个人其实更恐惧那些长得像人的动物，比如说黑猩猩、大猩猩等等。哎呀，我恐怖谷效应都犯了。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和咱智人亲缘关系最近的黑猩猩，他干的一些恐怖事情。在前几年的网络上流传着一个都市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哈？故事里讲到有一个暗网，里面存在着一些非常恐怖的视频，其中最可怕的视频讲的是有一位女士被绑在床上，然后一个一看就不是啥好玩意儿的面具男牵着一个全身泛红的黑猩猩进屋来，把女的给吃了。当年看的我是汗流浃背呀！当然啊，这是一个虚假的故事，然而现实里也发生过类似的恐怖事件。1999年2月27号，美国犹他州盐湖城霍格尔动物园里有3只黑猩猩越狱了，然后在途中呢袭击了2名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人受到了重创，头部、手臂和腿部都有大面积撕裂伤，其中有2只黑猩猩攻击性很强。当他们再次对员工进行突飞猛扑的时候，工作人员开枪了。2只黑猩猩被枪击后进入了濒死状态，由于伤势过重，实在是救不回来了。于是动物园在他俩停止呼吸之前，对他俩进行了安乐死。然后第3只黑猩猩没那么极端，老老实实回了笼子，算是捡回一条命。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哈，美国的一位赛车手名叫圣詹姆斯·戴维斯，他和他老婆拉唐纳在1967年收养了一只名叫莫伊的黑猩猩。由于2人呀没有孩子，所以把所有的父爱母爱各种情感都倾注到了莫伊身上。他们把小猩猩当成了亲孩子抚养，给他穿衣服，叫他上厕所，叫他洗澡。2人结婚的时候，让小猩猩又是抛花又是当伴郎的，那是宠爱到了极致呀。受到了如此深爱的莫伊也是不负众望，10岁那年咬伤了一名妇女的手指，21岁那年撞凹了一辆警车，22岁那年又咬伤了一名妇女。终于在受到多次起诉之后，莫伊被抓走，转移到了一个动物保护区内。老两口那叫一个伤心呀！虽然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想要重新把小猩猩接回家，然而始终是没有成功。2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定期去动物保护区内看望莫伊。后来啊，动物保护区可能是快季了，于是把莫伊转移到了附近的另一个保护区，名叫动物天堂牧场。2005年3月3日，圣詹姆斯老两口来到了天堂牧场，给他们的孩子莫伊庆祝39岁生日。老两口带来了生日蛋糕、玩具、巧克力牛奶和各种点心，看起来就仿佛野餐一般。莫伊看到他俩，那是高兴的直拍手呀！拉唐纳为莫伊切了一块蛋糕，享受着天伦之乐。然而，就在他要切第2块蛋糕的时候，情况突变，一头黑猩猩从笼子里跑了出来，一口咬掉了拉唐纳的2个手指。圣詹姆斯立即把拉唐纳推到桌子底下，用身体保护住了他。然后第2只黑猩猩出现了，此2者名叫巴迪和奥利，同时袭击了圣詹姆斯，先攻击了他的脸，后攻击了他的脚，弄断了他的大部分手指、左脚，重创了他的臀部、关键部位以及眼睛、鼻子和嘴唇。在此危急时刻，天堂牧场园长的女婿马克·卡拉瑟斯及时出现，一枪击毙了巴迪。同一时间呢，奥利正把已经不动了的圣詹姆斯往屋外人行道上拖动。卡拉瑟斯紧随其后，又一枪击毙了奥利。袭击发生后，老夫妇2人被送往医院，还好是没有生命危险。圣詹姆斯在医院里躺了6个月才恢复，失去了1只眼睛，脸上被开了2条缝，相当凄惨呀。当时那场骚乱的时候，莫伊被吓坏了，并没有参与其中。同时呢，还有2只雌性黑猩猩跑路了，但是后来被提溜了回去。在2008年，莫伊失踪，老两口后来雇了直升机在附近寻找莫伊，然而始终是没有结果。除了这件事儿，在2009年还出现了著名的宠物黑猩猩吃脸事件。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一对夫妇桑德拉和杰罗姆于1995年用5万美金买下了一只刚出生几天的黑猩猩，给其命名特拉维斯。在特拉维斯年幼的时候，他还是相当听话、相当可爱哈。据桑德拉说，特拉维斯非常的聪明，会用钥匙开门，自己穿衣服、浇花、给马喂草，和家人一同坐在桌子前恰饭，用遥控器看电视等。甚至呢，他还多次驾驶过汽车，可见这夫妇俩也不是啥明白人。当然呀，当地人不知道是不清楚他开车这个事儿，还是说都不在意，大家还都挺喜欢特拉维斯的，经常和他玩耍拍照。后来老特还拍了百事可乐的广告，上了几次的综艺节目，算是个小
明星。2000年9月，桑德拉唯一的孩子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此后，桑德拉更是对特拉维斯疼爱有加，把对孩子的爱都给了他。2003年10月19号，夫妇俩带着老特开车外出，期间不知道哪来的小杂毛坐在自个儿车里，往特拉维斯的那个车窗上扔空瓶子，吓了他一下。老特瞬间红温了，解开安全带，开了车门以后，对着那辆车是一路狂奔，好似有点要彻底疯狂的那个意思，给那车吓得是立马跑路了。最后也没追上，特拉维斯在马路上折腾了几个小时，老两口和警察劝了半天，才给他劝回家。这件事直接促使康涅狄格州议会颁布了一条法律，禁止当地人饲养体重超过23公斤的灵长类动物。而特拉维斯多重呢？至少91公斤。但是这项法律一直到2009年才生效，因为当年特拉维斯干了件恐怖的事情。咱最后说哈，后来在04年，杰鲁姆因癌症去世了。已经年迈的桑德拉是相当孤独呀，觉得说他如同空心人一般。特拉维斯成为了他唯一的家人，如同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样。他俩同床共枕，共同吃饭。其实此时特拉维斯还挺好，能给老人一些帮助，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特拉维斯逐渐变得不同寻常了起来。他终究是一个雄性的黑猩猩，属于是攻击性最强的灵长类之一。从始至终没有对桑德拉发起过进攻，其实已经有些不可思议了。起码说明在他的心里，他相当认可桑德拉这位母亲。然而面对其他人，他显得不那么令人放心。桑德拉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给特拉维斯吃了一些治疗焦虑症的药物，比如阿普唑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药物对特拉维斯造成了影响，使得惨剧发生。2009年2月16号下午3点40分，桑德拉的好友55岁的查拉纳什来到了家里做客。他在之前经常和特拉维斯玩耍，所以二者挺熟的。桑德拉想让查拉帮忙先把特拉维斯带回屋里，然后查拉拿着老特最喜欢的玩具之一一个小娃娃来找他。此时不知道是因为查拉换了发型没被认出来，还是因为别的原因，特拉维斯突然失控了，他残忍地袭击了查拉，对查拉的脸造成了重创。桑德拉急忙跑来想要阻止特拉维斯，期间他先后用铲子拍，甚至用刀刺进了特拉维斯的体内。特拉维斯转过身看了看桑德拉，并没有反击，而是继续的攻击着查拉。此时桑德拉以为查拉已经去世了，他慌乱的跑回了自己的车里，拨响了报警电话。于是在近些年来响彻网络的恐怖电话语音诞生了。警察到达之后，特拉维斯走向警车，想要打开车门，未果之后砸碎了后视镜。当他走向驾驶室前的时候，美警毫不犹豫地对他连开4枪。受到重创之后，特拉维斯走回了屋内，最终死在了笼子旁边。查拉纳什在特拉维斯的袭击中失去了双眼、鼻子、嘴唇、一部分面部骨骼和9根手指，被送往医院之后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手术，最终保住了一条命。在特拉维斯死亡之后，当地没有饲养类似大型灵长类动物的家庭，于是前文提到的法案顺理成章的起效。在特拉维斯去世1年后的2010年，桑德拉因主动脉瘤破裂去世。虽然此时此刻气氛有些沉重，但是我还是要接着往下讲，因为黑猩猩袭击事件仍然在发生。2012年6月29号，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人类学研究生安德鲁·奥伯勒，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由著名的真古道尔教授建立的黑猩猩研究所里带领游客参观，然后他离开了游客的队伍，在违反要求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越过了外层栅栏，站在了离黑猩猩只有1道围栏的地方，让黑猩猩是一点不惯着他哈，直接从栅栏下面一个无情铁手给他拉到栅栏里面了，让黑猩猩们是一顿咬啊！工作人员们及时进入栅栏对他进行解救。黑猩猩们一看来人了，还有人对着空中开枪，于是作鸟兽散。奥伯勒被严重咬伤，失去了部分耳朵和手指，是相当凄惨。2021年6月，还是老美，俄勒冈州东北部，一只年龄至少17岁的宠物黑猩猩咬伤了家里的50岁女性。68岁的老母亲报警后，带着女儿躲到了地下室，然后赶来的警察在老母亲的要求下枪杀了涉事猩猩，好在没有酿成大祸。可见黑猩猩这种动物还是相当危险的哈，大家以后再去动物园可得离黑猩猩的笼子远一些，避免被它平 A 到，那输出可太高了呀，一摸到是非死即伤，大家可要多加小心。关于黑猩猩伤人事件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3连击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